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星星我啦，欢迎来到星星说鬼。感谢这期故事投稿人 Mapu。听故事前可以先帮星星订阅点赞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，还可以让星星的频道让更多人看到哦。感谢你啦！那我们开始咯。你们知道有些人天生就拥有特别的体质吗？只是这些体质有时候需要一个特定的条件去启动它。我还记得在我3岁的某一天，当时的我从秋千上摔下来，跌在沙地的时候，我的下巴磕到了沙地上的石头，被划伤了，从此留下了一条伤疤。而随着我的下巴被划开的这一道伤口，我的世界好像也被打开了另一扇门。我开始看到了一些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一开始我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形状或者是迷雾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些迷雾渐渐变成了人形。由于我姐的身体不好，爸妈需要经常照顾她，所以都没什么空管我。而我的姑姑白天也常常要出门摆摊，就会留我一个人在家。星星啊，姑姑回来后给你买好吃的，你在家要乖哦。而当时的我还小，神不怕鬼不怕的，家里也没人理我，所以会觉得有点寂寞和无聊。于是我就开始对着这些人影说话了。你也喜欢看哥斯拉吗？而那些人影似乎也知道我看得见他们，就在我的面前停了下来，然后默默地听我说话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姑姑刚好摆摊回到家里，她看到我一个人站在墙角，对着空气自言自语的，就好奇地跑过来问我在跟谁说话。星星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在跟朋友说话，谁叫你们都不陪我，我才不理你们呢。你说是不是？我们不要理他。就这样，我跟姑姑说完话后，就又继续跟我的朋友说话了。而姑姑虽然愣住了一下，但很快的就笑笑的走了。我想她应该是觉得我在学电视里的对白吧，毕竟小孩子嘛，喜欢玩假装的游戏很正常啊。但是我自己知道，我不是在假装。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我开始会在很多地方，例如房间的衣柜旁边、门的后面、天花板、床的角落等等，会看到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出现，而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很空洞的，就那样安安静静的站在那里。当我每次尝试跟他们对话，他们好像听得见的样子，就看向了我。他们就那样一直看着我，偶尔对我点头，偶尔张嘴，好像想跟我说些什么，可是我就是听不见。毕竟他们也不会伤害我，也没办法跟我互动，久而久之，我也习以为常，就不理他们了。很快的，我已经7岁了。我还记得那一次正好是农历7月，村子里的人一起出资搭了戏台，还请了一班戏子晚上来唱戏，说是要唱歌给好兄弟们看的。那时整条街有卖吃的玩的，超级热闹，就连我姑姑也趁这个机会摆摊卖东西去了。由于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，就把我也带过去了。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这样的节日活动，想当然的，对我来说，那天晚上就像过节一样。那些彩灯、夸张的戏服、锣鼓声，还有现场热闹的气氛，都让我超兴奋的。星星，姑姑很忙，你好好待在摊位后，不要乱走哈。人呢？怎么一下子不见了啦？没错，我怎么可能乖乖待在摊位啊？当然是要去逛逛啊！就这样，我一个人在五花八门的街道中走来走去，直到我走到了街道的中央。
我马上就被眼前的超大舞台和台上的京剧表演给吸引了。虽然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，但我就是觉得很好看。于是我就想找位子坐下来看，但是找来找去，眼前的位子全都满了。我就这样走到了戏台前，这时我就看到最前排竟然还有一个位子，而且位子的旁边有一位姐姐还对着我点头微笑，好像是在示意我可以过去坐的样子。于是我就开心地走过去，坐在了那个空位上，想说真的是很幸运，还能坐在最前面看这个京剧表演。只是很快的，我就感觉到似乎有哪里怪怪的。坐我后排的观众都在很开心、很热烈的相互聊天，但是我却发现坐我这排的观众都没在说话的，每一个人都很安静。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，除了直直地看着表演，脸上却没有任何的表情。我看了他们一眼后，心里想着，他们是不是觉得表演不好看啊？还是跟我一样，其实是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呢？而正当我想起要跟隔壁的姐姐说一声谢谢的时候，我却发现那位姐姐很奇怪，因为她没有在看表演，反而是歪着头一直在盯着我看。她还在继续微笑着，但我发现她的脸似乎有很多的伤口，衣服也破破烂烂的，甚至连鞋子也没穿。我当下就开始觉得，难道这一排是给村里的流浪汉坐的？因为其他人好像也都是这样脏脏灰灰的，有些还没手没脚，而有一个好像还没有头。小妹妹，你不可以坐在那里。就在这时，后台突然走出来一位大叔，他一脸严肃地跑到我面前，非常激动地用了我听不懂的方言大声地骂我。小妹妹，这里不是你可以坐的，你爸爸妈妈在哪里？他们没有跟你讲吗？虽然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但我知道他就是在骂我。当下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直到我再次看向那位姐姐，我才发现，坐在这排的观众全都消失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自己都吓到说不出话来了。而周围的很多大人也都纷纷用担忧的眼神望向我，好像我触犯了什么禁忌一样。当时还小的我实在是不知所措，我甚至差点就要当场大哭起来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星星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对，我的姑姑这时突然像救星般出现了。拍摄，小孩子不懂事啦。于是她马上把我拉起来，然后急匆匆地带我离开了位子。坐的那排会不会出事啊？哎呦，不要迷信啦！难道你看到前排有人吗？你不要乱说话啦！真的没问题的话，那个大叔会这么生气吗？就这样，在一阵混乱过后，我们回到了姑姑的摊位。哎呦，你怎么一个人乱跑啊？而且你刚刚坐的位置是不能坐人的哎。可是前面明明都坐满人了啊！哎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老板娘，这个怎么卖呀？哦，来了。哎，总之你不要再乱跑了，给我好好待在这边，多一下我们就要收摊回家了啦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前排的椅子是专门留给好兄弟们坐的，不是给我们活人坐的。差不多过了1个小时，活动终于结束，我帮姑姑收好摊位，姑姑就带着我一起骑上她的小摩托车回家去了。这时差不多晚上10点，风有点凉，路上也没什么车，安静的夜里只剩下摩托车的引擎声特别响亮。我坐在后座上，抱着姑姑的腰，心里还想着刚刚的戏台和那位坐在第一排的姐姐和观众。这时我很自然地抬头望了一眼摩托车的后视镜，就看见在后视镜里，除了我和姑姑，我还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姐姐
正安安静静的坐在我的后面，但是我身后已经没有位子了。那位姐姐是怎么坐上来的？仔细一看，她不就是刚刚在戏台前跟我微笑点头的姐姐吗？只是她这次没有在笑，也没有其他的表情和情绪，就只是头微微的歪着，一直看着我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真的是被吓到了，马上就拉着我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怎么啦，星星？姑姑，后面有人。这下我姑姑也开始毛了。啊？你先不要乱讲话，我们很快就要到家了啦。回到家后，我姑姑就很紧张的往门口撒盐。好了，姑姑放了盐，坏人进不来的。我们快点睡觉，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去庙里面拜拜。于是我们收拾一下，就上床睡觉去了。是的，就在我睡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我感觉有人在用力掐我的脖子，那双手很冰冷，我想喊却喊不出任何声音，眼睛也睁不开，就连呼吸都变得很困难。而就在我感觉快要窒息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忽然出现了一个画面，我看见有一个女人正在被一群人殴打，那群人对她拳打脚踢，还乱吼乱叫的，场面非常的残忍。而那个女人也不反抗，就那样躺在地上，任由那群人死命的踢，她的脸都已经被打得都是血和伤痕了。而在旁边的地上，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刚出生的小婴儿，就静静地躺着，一动也不动的，像是没了气息。而我就站在大雨中看着这一切，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记忆，只觉得又冷又害怕。就这样，我也渐渐地失去了意识。星星，等我回过神来，人已经在姑姑平时带我去的庙里了。星星，你感觉怎样？还好吗？真是吓死我们了。而经过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我才知道，昨天凌晨我被掐的时候，一直发出挣扎的声音，身体还不断冒冷汗。姑姑睡一半被我吵醒后，发现我不对劲，赶紧就跟我爸妈赶在早上庙门一开就带我过来。这件事情之后，我爸才知道，原来我也看得到他们，而且不是只有我爸跟我姐原来也跟我一样，也能看得到灵体。我爸说他跟我姐也有这样的伤口，我爸的在头部的左侧，而我姐的伤口跟我一样也是在下巴，也就是说我跟我姐的体质应该都是从我爸那里遗传下来的。而我爸妈因为我姐从小就很容易被灵体干扰，也许是身体比较弱，所以就会一直生病，但我看起来就很正常，他们就没再多想，于是就把心思都花在照顾姐姐身上了。幸运的是，我的情况并不严重，宫庙里的师傅帮我念经收经后，我也慢慢恢复了。后来师傅也告诉我的家人，由于我的敏感体质，应该是因为那位姐姐看到我之后，觉得我的年纪和她的孩子差不多，所以就跟着我回家了。师傅还说，那位姐姐和她的孩子都是好久以前的人了，而当时她的孩子在一场暴乱中不幸去世，她因为无法接受和自责，于是选择了自杀。只是我一直想不明白，既然她是一位可怜的母亲，那为什么那晚她要掐我呢？也许她只是想让我感受到她临死前的绝望吧。怎么样，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很感谢你们看到这边哦，喜欢的话一定要帮星星订阅点赞，或者加入会员小小的支持星星哦。我跟饭团就先谢谢你们啦。如果看不过瘾，可以继续点击这里观看其他的影片哦。最后，各位加入灵性鬼探社的社员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，特别是干部阿燕、雷克斯、Jean、陈伟志和 Clay L， 感谢你们啦！